最近市场都在疯狂讨论美光即将开出的财报，各大媒体标题点名了8档强势概念股，庞府只要无脑买进就能参与这场财富盛宴。但这可能跟新闻上耸动的标题不太一样，这只是大众媒体用来吸引点击的表面现象。我们必须拨开短线筹码的迷雾，看渐更底层的核心变数。这个变数就是高频宽记忆体的产能扩张，正在引发整个半导体产业链的板块挤压。把这支影片看到最后，你会明白巨头的决策转向将如何实质影响未来3年的产业轮廓。这不仅仅是几档股票的暴涨暴跌，而是一场全球供应链重新洗牌的残酷赛局。让我们先进入科技巨头的战略会议室，看看他们真正在乎的营运数据是什么。当前市场对人工智慧伺服器的需求爆发，直接带动了高频宽记忆体的狂热，但这背后有一个常被忽略的物理现实，也就是产能转换的排挤效应。制造一颗高频宽记忆体晶片需要消耗原本标准型记忆体3倍的产能，这代表当美光大幅拉升先进封装的产量，传统记忆体的供给就会大幅度减少。这不是人为的恶意操控，而是半导体制程转换的必然结果。我们从近期的资本支出规模来看，美光投入了数十亿美元扩建先进封装厂，他们在先进制程的良率已经产生质变。为了突破传统记忆体的获利天花板，美光必须跟辉达等算力巨头深度绑定。这是一场高度依赖供应链协同的作战。高频宽记忆体的制造难度极高，它不是把晶片叠加在一起这么简单。这里我们必须引入一个硬核的工程概念，也就是半导体制程中的吸穿孔技术。工程师必须在薄如蝉翼的晶片上打出成千上万个微小孔洞，然后在这些孔洞中填入导电金属，让上下层的晶片能够互相沟通。每一层晶片中间都需要无数个微小通道，只要有一个节点出错，就会整颗报废。这就带来了一个极度严苛的挑战，业界称为已知良好晶圆的筛选。你必须确保每一片准备堆叠的晶片在封装前都是100%完美的，因为只要叠进去一片有瑕疵的晶片，那整颗价值连城的高频宽记忆体就会报废。这也是为什么巨头们必须包下整个产能，并投入海量的资金在测试设备上。测试时间的拉涨呈现几何级数增加，传统机台根本无法应付这种庞大的资料量，这就带动了台湾相关设备厂商的订单大爆发。当淘金热潮来临的时候，最先赚钱的往往是卖产子的人。那些被新闻媒体点名的设备概念股，就是这场算力军背竞赛下的产子供应商。但我们不能只看营收成长的表面数字，必须剖析他们在供应链中的不可取代性。如果一间公司的技术门槛很低，那它的利润很快就会被竞争对手侵蚀。真正具备涨现价值的企业是那些掌握核心封装材料与测试机台的龙头，因为这些机台的验证周期非常漫长，一旦打入供应链就不会轻易被替换。这才是我们在分析财报时必须看懂的护城河。回顾过去30年的半导体发展史，标准型记忆体一直都是残酷的杀戮战场。韩国大厂过去最擅长的就是逆势扩产，在景气低迷时用庞大的资本把对手逼到破产。当年的台湾与日本记忆体厂就是这样被淘汰的。但现在游戏规则已经完全被颠覆了，高频宽记忆体无法用过去的倾销模式来竞争，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储存资料的仓库，它更像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精密运算模组。我们来拆解一下台湾供应链的真实或力逻辑。很多人以为只要沾上边就能分一杯羹，但现实的商业世界远比新闻报道来的残酷。一颗高频宽记忆体从制造到出厂需要经过非常繁琐的探针卡测试。传统的测试机台只需要验证平面的线路，但现在必须验证垂直堆叠的立体结构，这导致测试时间大幅度飙升，机台的需求量呈现爆炸性的成长。那些能够提供高阶探针卡的台湾企业才是真正掌握定价权的隐形冠军。他们不是单纯在卖硬体设备，而是在贩售一种无可取代的良率保证。这就是为什么资本市场愿意给出极高估值。美光的崛起背后还有一个巨大的推力，那就是美国政府的半导体自主战略。白宫非常清楚人工智慧是未来的国安核心，他们不可能把所有的记忆体产能全部压注在韩国的2家大厂身上，这是在地缘政治上极度危险的举动。因此美光获得了庞大的政策补贴与资源倾斜，这让他们在扩充先进制程时毫无后顾之忧。这也是为什么华尔街的资金风狂涌入美光，因为这背后代表的是美国国家意志的延伸。在这个大国博弈的宏观框架下，台湾的半导体供应链就成了最关键的枢纽。因为美国本土缺乏完整的测试与封装聚落，他们必须高度仰赖台湾的精密制造能力。这是一条被地缘政治与商业利益双重锁定的铁链。我们摊开现阶段的记忆体三雄版图，海力士目前占据了领先的市场份额，
三星则在良率的泥淖中痛苦挣扎。而美光身为唯一的美国本土记忆体大厂，具备了极强的地缘政治优势。美光的高层非常清楚这个时间窗口，他们正倾尽全力扩充测试与封装产能。在赛局理论中，这被称为先发优势的抢占。一旦美光成功绑定了算力巨头的次世代规格，对手想要弯道超车的难度就会呈现指数级上升。这就是资本市场目前最关注的底层逻辑。喝口水。接下来的硬体逻辑可能会有点烧脑。如果你也喜欢这种拨开迷雾直击本质的商业分析，帮我点个订阅和赞。我们继续看更深层的技术逻辑。为什么算力巨头要疯狂抢够高频宽记忆体？这就要回到计算机科学的物理极限，也就是经典的冯纽曼瓶颈。想象一下，超级跑车开在泥泞小路上，这台跑车就是运算速度极快的图形处理器，而泥泞小路就是传统的资料传输通道。就算引擎再强大，只要通道太窄，资料传不过去，整台机器的运算效能就会卡死。这在工程界被称为记忆体之墙。为了解决这条泥泞小路的问题，过去的做法是把马路拓宽，但主机板上的空间物理极限就在那里，你不可能无限增加平面上的线路。为了解破这道阻碍算力发展的高墙，工程师把记忆体直接搬到运算晶片旁边，透过台积电先进的立体封装技术，也就是大家常听到的基板上晶圆、上晶片封装，把原本平面的传输改为立体的交流道，增加无数条垂直的传输车道，这才诞生了我们今天看到的高频宽记忆体。这项技术突破彻底改变了传统的商业模式。过去记忆体是标准化的商品，价格完全由市场的供需来决定，景气循环的波动极度剧烈，一遇到终端需求不振就会血本无归。但现在高频宽记忆体变成了客制化精品，它必须跟台积电的晶圆完美结合，谁能掌握先进封装与极致的良率，谁就拥有了制定价格的绝对权利。竞争规则已经从单纯的比判产能升级为技术绑定与生态系的对抗。除了冯纽曼瓶颈的资料传输问题，这里还有一个极度致命的物理限制，那就是高阶运算带来的巨大热能与功耗。当我们把无数颗晶片紧紧堆叠在一起，散热就成了一个地狱级别的工程难题。传统的散热方式根本无法带走这些废热，如果温度过高，晶片就会瞬间降频甚至烧毁。美光在这次的技术突破中采用了更先进的封装材料与散热架构，这让他们的晶片在运作时能保持更低的功耗。对那些采购巨量伺服器的云端企业来说，省下的电费累积起来是一个天文数字。这就是技术规格差异带来的绝对护城河。买家看重早就不是单一晶片的采购价格，而是整个资料中心运作的总体拥有成本。这完美解释了为什么美光能拿到超额利润，因为他们解决了客户最痛的能耗问题。美光这次财报数字的爆发，正是因为他们成功跨越了这道技术门槛，拿到了进入高阶赛局的入场券。从经济学的赛局理论来看，这是一个三足鼎立的非零和博弈。三大记忆体常为了抢夺市占率，必须不断投入庞大的资本支出，但同时他们又害怕产能过剩导致价格崩坏，因此他们学会了精准控制标准型记忆体的产能，把所有资源往高毛利的高频宽记忆体倾斜。这种人为制造的结构性缺货才是支撑这波半导体荣景的底层逻辑。巨头们透过产能排挤的手段，巧妙地把成本转嫁给了下游的终端消费者。我们把视角拉高到产业历史周期的维度，来看看这项变革对生态圈的长期影响。人工智慧带动的基础设施大建设，目前才刚走完第一阶段的硬体部件，云端运算中心的建制只是个开端。接下来我们将会看到边缘运算的崛起，这会引发所有终端设备的记忆体规格升级，从企业机伺服器到你我手中的智慧型手机，整个产业链正在经历一次痛苦但必要的重组。软体应用的爆发需要强大的硬体支撑，而硬体的升级又依赖庞大的资本投入，这是一个自我强化的正向循环，同时也是一个极度消耗资源的残酷赛道。那些无法跟上技术升级脚步的二线厂商将会在这波浪潮中被彻底边缘化。我们现在看到的硬体狂热只是冰山一角，当云端的大脑建设完成之后，下一步就是要把算力下放到终端设备，也就是我们常听到的边缘人工智慧。未来的智慧型手机与个人电脑都需要内建更庞大且更快速的记忆体，这会带来一波史无前例的换机潮。这不是单纯的设备升级，而是人类与机器互动方式的彻底改变。在这个典范转移的过程里，产业链的利润将会进行一次剧烈的重新分配，掌握规格制定权的巨头会拿走最丰厚的利润，位在金字塔底层的代工厂只能赚取微薄代工费。这就是商业世界最真实也最残酷的物理法则，这会造成一个明显的马太效应，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局面将会加速成型。台厂供应链虽然表面上百花齐放，但真正能吃到高阶红利的只有少数几家，很多公司只是因为概念相似就被市场资金推升，这就是产业
业链重组过程中最危险的陷阱。一旦潮水退去，终端需求放缓，那些没有核心竞争力的公司就会打回原形。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必须理解物理极限与商业模式。只有看懂巨头到底在争夺什么资源，你才能分辨谁是真正在这个赛道上奔跑，而谁又只是在场边沾光的啦啦队。在这场历史级别的产业变革中，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每天跳动的股价？这里我想引入阿德勒的课题分离哲学。市场短线的筹码波动与新闻的狂热炒作，那是市场的课题。热钱的涌入与撤出往往毫无逻辑可言。有时候财报开得很好，股价却大跌，那是因为市场预期早就在价格中反映了，我们无法控制，也无需随之起舞。身为一个理性的观察者与投资人，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看懂涨期趋势，提升自己的商业认知与底层逻辑，拒绝盲目跟风那些耸动的标题，这是我们自己的课题。财报的好坏只是一时的数字呈现，但产业链的价值转移却会持续数年。当你理解了高频宽记忆体的物理限制，你就会明白为什么台积电的地位无法撼动。当你懂了记忆体产能排挤的商业赛局，你就不会因为标准性记忆体报价下跌而恐慌，因为巨头的利润来源早就已经转移了。供应链的涨边效应会放大短期的供需失衡，但只要人工智慧的涨线需求还在，高阶产能的紧缺就会成为常态。普通人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把短期的波动误认为涨期的趋势，把市场的疯狂当作自己的实力。我们必须把精力放在研究护城河的深浅，去观察那些设备厂商的技术迭代速度，去追踪资本支出的真实流向，而不是猜测明天的股价会涨还是会跌。投资本质上就是认知的变现，当你的认知维度超越了市场的大多数人，你就能在这场资本博弈中保持绝对的冷静。我们见证了一个全新运算时代的诞生，也看见了无数财富重新分配的契机，而在这场淘汰赛中留存下来的，永远是那些具备深度思考能力的人。最后我想请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认为在这条全新的硬体赛道上，除了记忆体与先进封装之外，还有哪些环节是容易被忽略的瓶颈？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你的客观看法。想看透市场喧嚣背后的真实赛局与事物运作的底层法则，现在就按下赞与订阅，并把这支影片分享给更多人看见。我是点点思维，我们下一部影片见。